先不想那么多了，等天亮了，咱们便回玉京。我还没问你，今日你在那么远的距离射那么多箭，你的手怎么样？没什么，没用多少力道。别骗我。这里风沙大，我们回营帐吧。我看看。你怎么了？没什么，赶紧走吧。你别动。真没事儿，你别看了。你管这叫没事儿？真没事儿。你的手能动吗？别大惊小怪的，过2日就好了。林庄主跟你说的，你都忘了是吗？我也顾不了那么多了，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你有危险啊。那我也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你为了救我成为一个废人。废人怎么了？你觉得我现在是废人了？你嫌弃我啊？凤随哥，你听好了，就算成为废人，我也是心甘情愿。谁让我早就看上你了？你可曾想过，想嫁给一个什么样的人？想嫁给什么样的人？其实那日许愿河灯上的字我看见了，我也希望能与身侧相伴之人白头偕老，而那个人便是你。虽然不想承认，但是我也不想自欺欺人。只要我还活着，我就绝对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，哪怕成为一个废人，哪怕只剩一口气，我也绝不食言。迷失在谎言里，沉迷着你，哪怕荒无边际，多风向你，黑夜中我会望，绝望你，也就像一滴泪，怎会聚散为你？你我不言，此去不眠，是你不见。好多了。那赶紧把这碗汤药趁热喝了吧，这是雪影亲自配的药，可以缓解你毒发时的疼痛，也是宁妃在炉边亲自熬的。有劳林姑娘了。王爷，明日咱们的迎亲队伍就到了，届时王爷的解药也会送达。依我看，要不要再等等，先不要吃其他的药，避免和解药冲突。我已经试过了，温度刚好，不烫口。宁妃说你从不用早膳，可雪影说了，你毒发体虚，应该多多进补。那是听宁妃的，还是听雪影的？听你的。那我可就做主了，我让人准备早膳，膳堂见。王爷，您不觉得……行了，药方是林姑娘你的，药是宁妃监好医校送过来的，有什么不同？我已经亏欠过医校一次了，如今我还要迎娶肃杀公主，又得让她伤心一回。她如今能不计前嫌回到我身边也是不易，你就不要多虑了。是。医校，我不记得王爷喜欢吃什么，这些都是顺子他们爱吃的，想来合乎咱们锦绣人的口味。这些都是我喜欢的。之前我们也同王爷一同用膳吗？医校，我们之间从不讲究什么尊卑地位，坐吧。
一笑，你还记得王爷第一次打你的情形吗？王爷打过我，你可是个记仇的性子，此后没少提过这事儿。我完全不记得了。自我们相遇以来，还从未有过闲暇单独相处，有些话我不知当讲不当讲。说吧，你我又不是外人。我想问你，王爷和肃杀公主联姻这件事，你怎么看？我是怎么想的，重要吗？明白了，你定是知道，王爷曾与我许下婚约。不错，有些话，王爷不能问，不能说，但是我不得不做这个恶人。虽然你现在什么也想不起来，但总有一天，你会记起一切。自从我失忆以来，遇见过很多人，雪影也好，凤随哥也好，王爷也罢，甚至包括我自己在内，从来都是站在自己的角度考虑问题，似乎只有你，完全站在王爷的角度考虑。在其位，思其职罢了。若你是我，站在我的角度，对于这次联姻，你又会是怎么想的？与其缠孽，不如两忘。若我说我从未有过缠孽之心，你信吗？你放心，即使将来有一天我想起了所有的事情，也绝对不会与王爷有半点纠缠。世界上有一种人，天生就如星月般光滑跃跃，但爱上这样的人太辛苦。我这个人很懒，懒得自讨苦吃。能放下便好。我倒是很好奇，你是更在乎将来我会纠缠王爷，还是更在乎将来我会深陷痛苦？知道了，其实你都在乎。别总是愁眉苦脸的，没有什么事儿是过不去的。小九，这玉京城为何有人要害你？我怎么知道？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们？是你们有事瞒着我。把话说清楚，我们瞒你什么了？你心知肚明。今日先不与你分辨，先追刺客。一笑。为什么？一笑，对不起。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我们可是出生入死的兄弟啊！一笑，我没有办法，为了锦绣，我没有办法。我想过是任何人，怎么可能会是你呢？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们的命早就已经不是我们自己的了。一笑，你先走一步，等我做完该做的事，我就下去陪你。欠你的，我下辈子还你。把这个带上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本皇子的慈悲之心。
早有准备。我猜的没错，你已经想起来是谁要杀你。夏景时将我一箭射落，无非就是我听到了我不该听的。那日营帐中究竟发生了什么？那个所谓的霍商又是谁？你们到底有何图谋？你只需要知道，这一切都是为了锦绣。难道我就不是锦绣的人吗？我就不是你的兄弟，我就会做出背叛锦绣之事。我为锦绣出生入死这么多年，到底是什么计划，让你们非杀了我不可？你别来了！我做的这一切，都是为了锦绣，为了王爷。他让你走，我让你走了吗？你知道我本就不同意联姻，锦绣参军萧蔚然。 蓄意谋害本皇子家眷，这么好的机会，我可不能错过。是要束手就擒，还是拼死顽抗？你自己选。这么晚了，要去哪儿？现在去见夏进时，可不是什么明智的选择。 我听说宁妃重伤濒死，就料到你定会一怒之下去找夏进时理论。我今日来不为别的，就是想劝你。谢谢你替我考虑，但是有些事情还是需要我亲自去面对。你去见他，想好要说什么了？
你有把握能从他嘴里问出他要杀你的缘由，还是你觉得他会告诉你真相？不管他说不说真相，我都要看看他作何解释。若不是他的话，我们锦绣三界不会沦落至此。这笔账，我早晚要跟他算清楚。账当然要算。你若想今天就去杀了谢芬，那我可得提醒你，皇家别院是由肃杀御林军把守的。我知道。你就算侥幸杀了他，你也一定会搭上自己的性命。你这么做值得吗？值不值得是我说了算。再说了，也不是什么事情都要拿值不值得来衡量。你说的对，有一些事情值得我们上刀山下火海去做。可你若冲动行事，你早就可以这么做了。你忍辱负重到今天，难道不是为了要查明真相吗？这是做什么？让夏静时他们认为宁妃已经死了，方便行事。他离开此地，从此再与世俗争斗无关，锦绣、肃杀都与他再无关系。这恐怕也是他最好的结局了。多谢。姑娘，契书我已经收好了。从此以后，这个人的所作所为，可就真跟你脱不了关系了。您放心，我们虽然没有血缘，但却是一辈子的亲人。只要他活着就好。好，一会儿我画图告诉你位置，你派的人把他送到那儿以后，那些人看到信自然会带走的。切记，你的人到了那儿以后一定要蒙上眼睛，期间不要问任何问题。明白。把弓给我！不管你为了什么，你也不能牺牲这南关的百姓。大圣哪有不死人的？我现在命令你，给我回去！将士们浴血奋战，马革裹尸，为的就是换老百姓一世太平，免遭杀戮。可是你却为了一己之私，你要白白牺牲镇南关30万百姓的性命，你怎么能如此狠心？怎会如此冷酷无情？我狠心？我告诉你，我但凡有一丝一毫的妇人之仁，我夏金石就不会活到今天。一笑，就算我求你了，你就当什么都没有发生过，你就当什么都不知道，给我回去！我不会回去的，王爷。今日一笑恕难从命，若是你执意如此，我今日誓死也要杀了他。一笑，我想过我这条路会有很多阻碍，但我从未想过那个人会是你。我也从未想过，王爷竟如此心狠手辣。好，那你当真要这么做是吗？你方才不是说了吗？你所做的一切是为了我们的将来。那此刻，我便代表将来的我，阻止你。你愿意吗？一笑从未求过您什么，今日便当我求您这一回了。一笑，
你放下！你逼我！旧梦灼烧心痕，沉沦，念你将细雨吻盼，黄昏，深爱暮色生根之一瞬，人离恨，风一番花生，谁笑我心如墨？梦辗转一生，谁叹我人离合？爱世间已老，谁为我念成歌？欲念欲见是我。平明一战，你们的计划是以城内数十万百姓的性命为诱饵，是吗？风随哥一旦攻破镇南关，他不但会死，还会背上屠城的恶名。他当然得死，只有他死了，肃杀才会闹得天翻地覆；只有他死了，有朝一日我才不会腹背受敌。一笑，你要明白，他才是我们的敌人。那城内的百姓也是你们的敌人吗？是啊，那么多人都可以牺牲，我傅一笑，区区镇南军的一个将士，死我一个又如何？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要杀你。那日如果我要想杀你的话，那支箭又怎么会落到你的肩膀上？那还真是谢谢你的不杀之恩。夏景时，我最后问你一遍，那个戴面具的人到底是谁？一笑，你还可以回到我身边吗？我问的是那个人是谁，回答我！我不奢求你能理解我，我只想告诉你，曾经我以为我想要的一切是最重要的，可失去你之后，我才发现，你才是最重要的。我从来都没有想过真的要杀你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。你还是不愿意说。我知道，以前都是我不好，千不好万不好，都是我不好，都是我的错。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了，我只求你能重新回到我的身边。只要你能回到我的身边，你让我做什么都可以，我可以放弃一切。我们可以像之前一样，我们好好在一起，我们再重新在一起，好吗？你现在的样子真是可笑。无论你说什么，我们都回不去了。从你射下那一箭的时候，曾经的傅一笑就已经死了，是你亲手杀了的。你曾对我有恩，也曾亲手杀了我。从今往后，你我恩怨两清，互不相欠。他日再见，便是敌人。虽说你这手伤能够痊愈，但也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好的。
提重物什么的，你就让旁人去做，拉弓射箭就更不可以了，知道了吗？知道了。都怪我爹，他要是能早些来玉京，你这手伤也不至于拖到今天。林庄主帮我救了宁妃，还帮我看伤，此等大恩，我感激都还来不及，怎么会怪他呢？对了，有宁妃的消息了吗？我问我爹了，他不让我打听，说人送到了，自然有人相助。姐姐，你别担心，一旦有了消息，我立马和你说。对了，你什么时候离开？离开？去哪儿？离开肃杀啊！你既已知道是夏静时要害你，还已经彻底跟他恩断义绝了，继续留在玉京做什么？我爹催我回正念山庄，要不然你跟我一起走吧。我问过顺子他们了，只要你同意，他们就愿意跟我一起回正念山庄。既然我们结拜成了姐妹，那你和我一样，我们都是少庄主了。实在不行，我让我爹收你当义女，这样你也算有家了。谢谢。那你算答应啦？可我答应了凤随哥，要帮他找出肃杀通敌之人。那是凤随哥的事，你已经帮他的够多了。上次你被刺杀的事儿，我还心有余悸呢。继续留在这里，你不害怕吗？放心，我会保护好我自己的。你该不会是喜欢他了吧？你在说什么？我只是觉得你对凤随哥的态度与以前不一样了。说好你们只是相互利用，可如今都快形影不离了。我们只是有要事要商议。你们白天要商议，晚上要商议，有那么多事情要商议吗？是王爷给了我活下去的机会。王爷，倒是你，若非当年王爷救出你，你又如何能活到今日？你不但不想着感激，竟还想着背叛！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是王爷？他明明跟我说过，死世营已经将他彻底铲除。死世营就是王爷的，怎么会有人自己铲除自己的势力呢？倘若王爷不说已将死世营彻底铲除，你又如何能这么多年死心塌地的归心于他？
若非我不能暴露，早在你入玉京之日，无需王爷府上的暗卫动手，我早已杀了你。这可是本皇子生平第一次送女子礼物，你可不能拒绝。那可真是我的荣幸啊！我是不是还得还你一份厚礼？我母亲故去后，身边亲近的人、信任的人，或远离，或背叛。我其实早就习惯了将我的真心隐藏起来，可唯独在你的身边，我觉得什么都不必隐藏。你知道吗？你还是第一个告诉我要保护我的人，也是你第一个告诉我不必独自一个人舔舐伤口。这辈子我能遇见你，我很开心。你是怎么了？是不是你皇妹大婚，你受了什么刺激？这些情话，还是等到你洞房花烛那日再说吧。好啊，那就一言为定了。千浮光掠过，过眼风华，飘散在檐下。蝴蝶落悬崖，羽翼一沙，最成山。总是谁凌霜，一笑走马天下，谁又悲又伤？那片安雅，总是谁目光成河把我融化？你是我心中的回答。我已决意燃起一生火花。李想，你可曾想过要嫁给一个什么样的人？摘下斜阳做我的心脏，对着天地做我的翅膀。若命运不仁，也莫怪我轻狂。我今天烟已荡漾，容开冰霜，满在心上。你眉心的光，是我最偏爱的那一种盛放。我承认尽可原谅，天远路长，你在身旁，就不算别的，就能含泪将我你不是总说我府上的膳食清汤寡水的，今日就带你吃些荤的。难不成你大皇子府连点荤腥都没有？我府上的烤肉可比不上这里，这里的烤肉全玉京城排第一。你不是常年不在玉京吗？怎么会知道哪里有好吃的？我是不知道啊，阿耀告诉我的。你还特意向他打听了？你平时不是向来吃的清淡吗？今日怎么加了这么多香料？你不是喜欢吃辣吗？
除了好辛辣，还喜饮酒。除了不喜欢蒜味儿，其他都不怎么挑食。这些你都记得？你什么时候发现的？你在我府中也有一些时日了。我如果连这点洞察力都没有，那还怎么统帅3军啊？洞察力如此敏锐，那你记得陆柯和云放他们喜欢吃什么吗？他们……你快趁热吃，凉了就不好吃了。怎么样？确实不错。来，大皇子如此体贴入微，想来以前没少照顾别的女子吧？是啊，走南闯北多了，遇见的人也多，那碰到的女子自然也多。总有那些说要留在我身边服侍我，来偿还救命之恩的，我也赶不走，就只好将他们留在身边。他们简直对我言听计从。看来这些年大皇子打仗打得还是太轻松了。你何出此言？这些年我在战场上也救过不少人，其中也不乏英俊潇洒的落魄书生。我跟你一样好心，若是他们想要以身相许还恩情的话，我就通通将他们带回去，正好可以教阿芳、顺子他们读书，省了不少私塾钱。行了，别编了，我方才是说笑的。战场那种蛮荒之地，哪来那么多女子？我可没有骗你，是阿芳跟我说的。我曾经真的救过4、5个落魄书生，把他们带回去，教阿芳和顺子读书习字。真的假的？我是不记得了，阿芳总不会骗我吧？别吃了，逗你玩的，你还当真啊？我就知道我不该信你。你这么看着我干嘛？我只是想到了传言说肃杀大皇子，心狠手辣，杀人如麻。如今看来，传闻确实可笑。也不尽然吧。你还记得我跟你说，我小时候身边想要害我的人，最后都死在了我的手里。那个时候宫里便谣言四起，说我嗜血如命。后来我就征战四方，手上染满了无数鲜血。畏惧我的、害怕我的人就越来越多了。百姓畏惧你，是敬畏而非恐惧。金刚怒目，所以降服四魔。若是没有令敌军闻风丧胆的凤子营统帅，今日的肃杀便不会有这份安宁。我还是难得从你口中听到夸我的话。我遇到这么多人里面，也就只有你，无论是失忆前还是失忆后，都从未对我表露过一丝害怕。你不是说我们是同类吗？同类遇到同类，有何可惧？荣耀看似是个侯门世子，既没心机，也没城府，但实际上，并非如此。实际上，他心思极为缜密，凤随哥的府邸四处都是他的眼线。他身旁陪伴他的4位女子，应该都是他的心腹。是。春寒、夏晨、秋夕、冬夕，他们4个是慕容耀最信任的手下。那日前来刺杀我的2个人，便是春寒和秋夕。所以，他时常流连于风月场所，每日花天酒地，这些，全部都是他故意营造出来的假象。没错，他身边总是美人环绕，莺莺燕燕，这其实都是他的伪装。他野心极大，心思也从来不在女色之上。姑娘国色天香，我间犹怜，可否一问方明？本侯爷与你似曾相识，
正是那会儿，你就是我梦中的那位女子。他在玉京第一次见我时，便在试探我是否认出了孟俊然的身份。他最在意的人是谁？凤随哥。虚情假意。还有就是慕容老侯爷。慕容老侯爷，慕容耀是个孝子，他对老侯爷言听计从，最怕惹他不开心。你之前劝我离开玉京，但我并不想就此罢休。既然他能这么狠心，那我便与他不死不休。你不是他的对手，他手段狠辣，身边又有众多护卫，我不希望你再受到任何伤害。你放心，我不会冲动行事的，我会耐心观察，等候时机，然后让他付出代价。那你万事小心，若是有什么需要的，就去正殿堂找我。我若不在，便留下字条，我自会知道。谢谢你，一笑姑娘。你在苦寒之地戍守多年，腿脚留下了顽疾，可是即便这样，陛下还是不让你回来颐养天年。这便是你们慕容家憎恨陛下的原因吗？哼，就这些啊？我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老夫对陛下一片忠心，日月可见。我可从来没有恨过陛下。那你儿子慕容耀为何要造反？看来你是不相信。哎呀，老夫自幼从军啊，金戈铁马数十载，你知不知道，在陛下面前想编排我、叛国的那可太多了。你就算想要诬陷我，你也想个新的花样啊！阿耀会叛国？这小子虽然自幼顽劣，可是我倒是觉得他没什么野心。我倒盼着他不会这样，也不至于现在每天花天酒地，不务正业。你以为我没有在军中、官场替他安排搭桥吗？可他不肯啊，他连官都不肯做，说什么叛国？这是我今年听到最大的笑话。慕容耀勾结锦绣，谋害大皇子，你知道吗？哦，我知道你是谁了。你是随哥身边的锦绣女将。一个锦绣的人，竟然污蔑阿耀勾结锦绣。一个花天酒地、不务正业的世家公子，他身边养了4个美人杀手，他到底要杀谁？你自己的儿子，你真的了解吗？他平时蓄养谁，又和谁打交道，你清楚吗？你常年驻守边关，他在玉京又干了些什么？你真的知道吗？你自诩是天下第一忠臣，你确定你儿子就跟你一样？若是他真像你所说的那样，是一个闲云野鹤的人，那他为何要接下御林军的差事？那是陛下安排的。您自己也说，从小到大，他从不听安排。我儿子他……我是替您不值。想当年您跟陛下一起打仗，落下一身伤兵，陛下明明知道，为何还要将您派往那个西北苦寒之地啊？慕容耀和凤随哥是最好的兄弟，可是他却威胁我，亲口跟我说，若我将他的秘密告诉凤随哥，他就有办法让躺在宫里的凤平城去死。凤平城死不死我不在乎，但若是伤害到凤随哥，我绝不答应。不可能，阿耀不可能说这种话的。他和随哥那是自小一块长大的兄弟，他不可能叛国的。不管慕容耀有什么办法威胁到凤平城，我只要能控制你，我就有把握，他不敢轻举妄动。老侯爷，得罪了。不舒服吗？没事吧？怎么喝成这样？劳烦王妃拿掉手巾。在这儿等我。
业在我的手里，现在要不要放人，只有我说了算。你应该与我商量才对。当初你让夏静时杀我，你欠我一条命，咱俩之间的恩怨还没有了结。傅一笑，说出你放人的条件。那你也找个悬崖跳下去吧。不敢啊？看来你还是舍不得自己这条狗命啊！装什么孝子？你说了这么多，无非就是想借用和凤随哥的情谊救出你爹。慕容耀，你比夏静时还虚伪。凤随哥，我爹对你有救命之恩，你让傅一笑放了他，关凤随哥何事？这是你我之间的恩怨，想要救出你爹，先想想如何给我一个交代。拦住他！今日我若见不到我爹平安归来，你俩都别想走。慕容老侯爷的生死尽在你手，就算是为了他，你也不能冲动。傅一笑，看来你不了解我的手段，不要再挑战我的底线，否则我会让你们生不如死。看来你也不了解我的手段，如若没有后手，我今天会在此吗？若是我和凤随哥未能安然离开，你爹也会生不如死。想清楚后果，不要再挑战我的耐心。傅一笑。谁敢再上前一步试试？你怎么会在这儿？不是让你好好睡觉吗？睡不着。那来了怎么不叫我？怕打扰你。你呢？这么晚不睡觉，要去哪儿啊？担心你睡不着，想着去看看你。迷失在谎言里，寻觅着你，哪怕荒无边际，多风向里，黑夜中我回望，绝望里，也就像一滴泪，怎会失散为你？你我默念，殿下，你先走，这交给我们。老夫何惧一死？封门一路，谁都出不去。只要你凤随哥能死在此处，老夫死也瞑目。但凡是密室，都会有通风口，我们一定有办法出去的。我曾被困在死尸营的暗牢数月，对密闭环境的感知能力远超常人。
找到了。这封门虽然厚重，但是如果将这些有通风孔洞的砖石用火药炸开，我们就可以出去了。你千方百计想要置凤随哥于死地，殊不知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走。